如果你正在用1小时图做交易，我有一个坏消息要说，这是我测试了近1万只策略后发现的问题。对于交易者来说，到底操作哪一个时间周期胜率才是最高的？有人说是小级别看得细，机会多，也有人说是大周期站得高看得远，甚至连巴菲特都说过，市场存在大量噪声，你离得越近，看到的噪声往往越多。这种建议我们听了太多了，但从来没人拿数据说过话，都是感觉。所以我直接去测试了26个品种1万只策略，把最底层的真实数据给拉出来。我将用最硬核的数据告诉你，15分钟、30分钟、1小时和4小时到底哪个时间周期才是你最值得花时间去操作的。大多数人做交易是从手动起步的，你坐在屏幕前面几个小时，你渴望看到行情动起来，5分钟图、15分钟图，信号频繁，开仓平仓，永远有事做，这给你一种错觉，我在交易，我在认真经营我的事业。但当你转向量化交易时，情况变了，电脑替你盯盘，替你操作，你的问题不再是哪个周期让我有事做，而是哪个周期让我有钱赚，是15分钟、1小时还是4小时？你觉得会是哪一个？那么为了找到最佳的交易级别，我设计了一个实验，我测试了近1万只交易策略，数据涵盖2018年到2026年，覆盖了26个交易品种，4个时间周期，总共测试了8978只策略啊，因为剔除掉了一些胜率过高啊、盈率过高，包括一些没有交易的一些异常数据啊，留下来的就是这么多。那么每个策略呢，都是用的18年到24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内啊，去构建逻辑啊，再用24年到26年的数据做这个样本外的验证。那么策略的这个通过率就是基于样本外的盈利策略啊，对于样本内总策略数的一个占比量来评估的。那么为了保持变量单一，只看纯粹的时间周期影响啊，所以在这次测试中，我没有加入我平时研发策略时会用到的任何的这种鲁棒性的测试啊，没有蒙特卡罗模拟，没有参数敏感性测试，没有 WFA， 也没有穿透性测试啊，通通都没有啊，因为这些策略稳健性检验的方式啊，都会干扰我们最终的一个实验结果啊。但如果你对这些更感兴趣啊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内部课程啊，里面有系统的详细的介绍啊。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啊。包括我的公开频道也做过很多其他的这个交易相关的硬核实验啊，你感兴趣的可以点个关注。感谢朋友们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数据结果啊。我们先从15分钟图表开始啊。那么在15分钟周期测试的几千个策略中呢，最终能盈利的比例在40%到73%之间啊。那么中位数是51%啊，也就是说15分钟周期的策略平均有51%左右能赚钱啊。那么这个数字呢，它并不绝对啊，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这些策略是没有经过任何鲁棒性测试的原始的毛坯策略啊，所以我们这里要的是互相比较啊，比较各个周期通过率的策略通过率的一个相对关系啊，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值啊，因为这个值它会受你构建策略的条件所影响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我们想看的是一个比较的相对关系，而不是具体的值。好，这是15分钟啊，然后再接下来是30分钟啊。那么它和这个15分钟相比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那个差距并不明显啊，一个是51%，一个是50%啊，并无很大的差距啊。好，接下来是1小时啊。这个1小时啊，我原本以为它不会是最好的，但也不至于是最差的啊，因为这个周期它从我们个人主观感受来说，它是最均衡的。1小时它没有15分钟那么吵，但是它也不会像4小时那么慢啊。但是它的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还是让我感觉有些意外啊，就是这个很多人大多数人钟爱的这个1小时，它却是这个策略通过率最差的那一个啊，它是最差的啊。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呢，可能就是因为做这个级别的人太多了啊，有点扎堆啊。好，那么最后到了4小时啊，那么这个区域特征就非常明显了。首先它是比其他3个策略通过率的这个中位数都要高啊，都要高不少呢。这3个你可以说它们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区间之内啊，但是这个的话你肯定不能放在同一个区间了啊，它有很大的差异啊。包括我们看它这个范围啊，就是看这个范围，
也比其他的这些要来的更松散啊，更宽一些啊。那么15分钟周期这个策略只有51%左右能盈利啊，但是到了4小时，我们就这个数字它就涨到了67%啊。如果你想同时跑100个策略啊，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进行开发，那你就凭空多出了16个正期望的策略啊，而且仅只是换了个周期啊。那么对于量化交易来说，是16%的优势啊，在长时间的这个复利作用下，未来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距。而且这里我还可以分享一点个人的主观经验啊，这个经验它是数据无法直接显示的啊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啊，就是在4小时周期上，你去找到正期望策略的速度是远远快于15分钟周期的啊。当然它不是说因为4小时有什么魔力啊，只是单纯的大周期的噪声少，信号清晰啊。那么在15分钟图上，你可能要被假突破啊，反复止损个20次才能试出一个真正的信号，但是在4小时图上，这个次数可能只需要3次啊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结果啊，看到我们最终这个实验的结果，依旧偏爱去做小周期的话，当然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但是现在你得知道它背后的真实代价，15分钟周期上的盈利的概率天然就比4小时周期来的要低啊。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个人的一个个别策略啊，不要代入啊，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大概率啊，它是一个概率问题啊。当然它这个概率也是基于这8979只策略26个品种的外汇市场数据啊。那么你说期货股票会不会不一样？我不能替你们下这个结论啊，但方法你们是知道的啊，就是让这个数据说话啊。好，最后再说一句啊，在4小时周期上找到正期望策略的速度是远快于15分钟的，这是我个人多年实战中的切身体会啊。那么这次实验的数据也是帮我把这个感觉啊验证了。好，感谢观看，感谢投币、点赞、收藏、评论，一键3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